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會來關心大主題：美軍再炸伊朗，革命衛隊這時候全面做的這一場反擊。今天會來關心，現在包括了在巴林地區科威特飛彈齊發哦，林肯號的部分則是急撤，難道是怕被炸嗎？川普這個時候急換空軍1號，躲過來自於伊朗的暗殺。今天就這些主題，我們會來做關心。先歡迎在場來賓，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楊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大主題開始之前，先記得幫我們節目按讚，並且按下分享。如果跟我們希望互動，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那麼呢，一樣的，看到熱推鍵，幫我們按下熱推。也歡迎觀眾朋友在主頻環球大戰線節目呢有這個加入鍵，歡迎按下加入。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就可以享有最及時的資訊跟 Q&A 互動等等哦，歡迎大家來加入。今天大主題，美伊戰事特別來關心到的是美軍證實了。前幾天我們還在講美軍的第一次針對伊朗的大轟炸，沒想到馬上就發動了第二波的空襲行動，目標這一次直指的就是荷姆茲海峽周邊的重要軍事的據點。伊朗的官媒證實，確實美軍有發動這一場攻擊。來看到它的攻擊的目標有哪一些地區呢？這是來自於伊朗官媒的最新說法，包括了可以看到在核電廠周邊接連傳出的爆炸，在這些港口都是在核電廠的周邊。那麼部分地區甚至是導致呢一度全面的停電，還有這個伊朗的軍方人員死亡，一共是8名人員因此死亡哦。那麼川普的態度沒有想到，他繼續的很強硬，他說他們攻擊我們，就像用更激烈的方式來回擊，而且他還說接下來不排除要奪下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命脈，也就是他們的哈格島了，必要時甚至還會轟炸包括了發電廠、海水淡化設施等等的基礎設備。他也說呢，嗆瞎伊朗每次攻擊美國的時候，美方都會以20:1的這個力氣來做回應。當然了，伊朗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強硬，冷回川普說沒關係，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然後我們就看到伊斯蘭革命衛隊立刻展開了新一波的這個軍事回擊、懲罰性報復，同步的發射了飛彈跟來自伊朗的無人機。那麼包括2個地區都受到重挫，第一個是在科威特這邊的這個阿里薩勒姆空軍基地，第二個是在巴林地區的空軍基地等等。再來就是看到了包括了美軍的第5艦隊總部，突然間也發生了這一場大火哦，全面的火警畫面也在網絡上面現在流竄哦，讓美軍顏面盡失。革命衛隊也撂下了狠話，如果美軍再度攻擊伊朗本土，下一波報復範圍將會擴及到整個中東地區的所有美軍基地。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這一次的交火，進入到第2次的交火，是近期第2次。川普還說他接下來可能會來攻擊奪下哈格島，封鎖伊朗港口，轟炸他的發電廠、水力發電廠等等。美國真的敢這麼做嗎？那伊朗接下來可能會如何來做報復？楊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這一次再一次的停火、停火的這個協議開始對伊朗做攻擊哈，根本就是在玩火，而且很嚴重。他又在威脅，那軍事的攻擊對伊朗南部80個地區進行了攻擊，而且沒有事先告知。那同時這個時間點剛好就是伊朗的國喪期間吶，就哈梅尼在進行整個德黑蘭進行國喪，那超過1000萬的人從伊朗各地這個前往德黑蘭。而且當時，當然你看到那種非常悲壯的民族主義的情緒是蔓延的，哦，而且有一些人甚至高喊的要報復，哦，甚至還有將川普的這個雕像啊做怎麼樣的一個處置的這種激情的作為都有，這當然可以理解了。你非法侵略攻擊這個國家，造成數千人死亡，然後造成怎麼樣的損壞？可是呢，你的戰爭失利，而你現在從4月7號開始停火，然後6月開始已經3個禮拜的進行談判，那你已經就是攻擊了1次，現在第2次他們正在進行國喪的時候，伊朗還說國喪期間我們不交火，這
想當然的嘛。結果呢，你在這個期間，你又忍耐不住，因為你覺得伊朗在過程當中，在跟你談判的過程當中一直在拖延。講句實在話，當伊朗的哈梅尼前最高領袖進行國喪期間，在第一線談判的人哪敢有進度啊？對不對？對，我們家鄉德黑蘭那種情緒多高昂啊！但是事實上，不管是伊朗的現在的新的最高領袖，還是政府，還是談判人員，都知道，這個其實是他們用血淚換來的，讓美國不得不坐下，而且可以真的取得一定的成效。那結果呢？你因為在這個國喪期間談判不順，你就再一次的對伊朗的停火協議，然後呢表達說要撕破，然後呢開始攻擊。我覺得這個玩火呀。那你又放話，你就要打這個哈克島。或者叫哈爾克島，這個以前對不起，我們從2月28號到現在為止，我跟李將軍在這邊哈克島說美國要打，我們談了幾次了？打呀，他真的敢打嗎？他馬上這個川普又說，這並不代表真正的戰爭了，我們很快的還是會恢復這個和平的，所以他又是這個蘿蔔與棒並行的這個作為，你老早被人家看穿了。那可是你在現在這個國喪期間做這樣一個動作，而如果最後你還是打不下去，你真的敢打嗎？哈爾克島或者是荷姆茲海峽當中任何的大島跟小島，你如果敢去攻占，馬上伊朗就是跟你玉石俱焚呢。因為過去的這3個禮拜啊，其實已經大概恢復了將近有過去的速度的1/3，差不多有2億桶。可是講句實在話，2億桶是戰爭開打之前2天的量。所以實際上大概沒有2億桶，大概是10天的量。所以基本上也雖然是3個禮拜，但是只有到10天的量，所以還是非常不夠。如果伊朗再停下來，再報復所有你的海灣地區的這些軍事基地，其實這個當然已經模擬了多少次，談了多少次，川普美國不敢打。也不會打，那因此呢，他又來一次自己這個落虧。那但是呢，伊朗的反應一定不會像過去一樣，就當作沒事。我覺得其實川普真的在玩火。好，川普在玩火，同時呢，我們也來看到美軍也有了最新動作。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幫我們解讀一下。這個從軍事上面跟川普的喊話政治面來解讀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首先，在軍事上面，我們看到這個美軍林肯號現在呢，已經悄悄的由阿曼灣向南撤離大概200公里的地方。然後呢，現在美軍還是維持2艘航母加上1艘2棲攻擊艦，但是呢，問題是它離伊朗已經越來越遠了。再來就是在政治面，我們來解讀一下為什麼川普他出席這一場在北約的峰會的時候鬧出這樣子的一個笑話。他稱伊朗是伊斯蘭日本共和國，是不是壓力太大了？說了這些話，還說了另外一段話。他說呢，林肯號曾經遭到對方發射111枚的飛彈。酈將軍怎麼解讀？這個川普會這個口誤講出這個伊斯蘭日本共和國，然後你把它連在跟剛剛他之前所說的這個林肯號航母遭受到111枚的這種飛彈的攻擊，把這2個連在一起，你就發現說，川普真的是現在心理壓力很大，進退失據，不知道怎麼辦。其實他口誤2次了，除了說伊斯蘭日本共和國這句話失誤來以外，他111枚，我相信伊朗應該不會發射111枚的飛彈，他應該是發射111枚的無人機哈。那為什麼川普會這麼連續的口誤？我認為這時候他真的是六神無主哈，進退失據，然後要不打嘛，這個不打嘛，那伊朗現在是咄咄逼人哈，一直逼着你這個繼續這個鯨吞蠶食，對荷姆茲海峽力爭他的掌控權。那第二個，如果說要打嘛，他自己本身後續來講，前面那個1個月的戰爭都已經打不下來了。那現在來講，包括他的 B-52轟炸機也已經撤走了，這個加油機、預警機都已經撤走了。這時候我認為他根本就沒有實力要打，由於是從這次林肯號向後撤退了207公里，更是一個指標性的訊號。
林肯號撤退207公里代表什麼呢？林肯號上面起飛的戰機來講，如果說要飛到作戰地區，你看207公里撤退207公里，這個飛機來回飛就400多公里，那你是不是少了400多公里的滯空時間，少了400多公里的作戰半徑？哈，對整個戰役來講影響是很大。那究竟這111枚的這種無人機到底打到林肯號沒有？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哈。但是從這個川普他這種焦慮口誤的心情，是不是有1-2枚的這種無人機真的是砸到了林肯號？那有待後續美國自己官方願不願意證實。現在來講的話沒有證實，可是如果從川普嘴巴裡面突然冒出這句話，我們合理懷疑哈，是不是林肯號在這一波的無人機攻擊中確實受到一些傷害。那我再補充，為什麼講說川普這個時候會這麼慌這麼亂？哦，這個還是跟荷姆茲海峽有關哦。為什麼美國跟伊朗又打起來了？其實很簡單。這個現在來講的話，美伊雙方是停戰了60天的期間，60天之後，現在是 MOU 說停戰，但是真的談判是60天之後，停戰開始算60天，其實已經快到了哈，可能大概只剩下30-40天就要正式談判。那這段時間，伊朗說這個荷姆茲海峽，雖然說它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伊朗講你要經過我規定的航線來走，對不对？從那邊上面有一個島叫拉拉克島，拉拉克島這個北邊來講，你是進入波斯灣的，南邊出波斯灣都要經過我拉拉克島。但是國際海事組織畫的是2條路線，一個是北邊的，另外一個是南邊靠近阿曼灣。那你現在走南邊的。這個伊朗都對這走南邊的這些貨船或油輪來發動攻擊，那美國來講的話，就這個對伊朗實施報復性的打擊。那為什麼伊朗要打走南邊的船？很明顯的，他在60天之後，他爭取到談判有利的條件。談判來講，荷姆茲海峽我就是要收通行費。所以說現在來講，你按照國際海事組織，我不承認，我一定要。所有進出波斯灣的船只一定要按照我伊朗規定的這種路線來講。我們都知道，這個在談判桌上面，你想要得到的，你必須在戰場上面，你也必須要獲得。所以現在我認為很明顯的，伊朗這一波的攻擊哈，就是為了這個60天之後，其實現在已經不到60天了。對。就是正式談判的時候，我想他會爭取在這個荷姆茲海峽，通行費來講的話，管理權由伊朗自己來掌握，這是他這次打擊的這個後續來講最主要一個目的在這邊。好，確實哦，現在在這個離和談的前夕，如將軍幫我們看到的這個伊朗方面呢，持續的要在掌握這個荷姆茲海峽，尤其是航道，他說呢，他要來決定怎麼走，還有呢，接下來的通行費，伊朗都希望能夠來掌握住。那接下來我們也來看到說，伊朗也同步宣布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最新的規則，總共2條。第一個，他說立即全面封鎖荷姆茲海峽，在美國的這一波新的攻擊之後，是全面做封鎖的。第二個，他說呢，只要伊朗再次的遭到打擊的話，每打擊一個目標，它就會至少回擊2個敵方的目標，這是針對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最新進度。另外一方面，我們來關心這一次的一個細節哦，就是呢，川普他前往土耳其去開這一場參加北約峰會的時候，他本來坐的飛機，為什麼去的時候跟回來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是擔心伊朗的暗殺嗎？好，這是來自媒體的最新報道。因為呢，川普去去這個土耳其的時候，他搭的是卡達的空軍1號。結果回來的時候，他突然改搭乘舊版的空軍1號了，所以他就被媒體問說：“你是不是擔心被這個伊朗給暗殺？”當然，川普他沒有直接承認，也沒有否認，只是說我一直都是這個伊朗暗殺的目標。但是美國媒體也披露了舊版的空軍1號，這一次川普之所以會搭乘，因為上面配備了飛彈跟防禦的干擾系統。但是新版卡達做的這一款呢，還沒有完全整合這樣子的一個系統，所以美國只好改搭舊款嗎？能不能這樣解讀？那聶老師又怎麼看呢？再來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現在呢，是不是川普更擔心了，要急於就這個議題來做談判 ？OK， 首先呢，關於這個他怕不怕，是不是真的心驚膽寒呢？要換飛機這個問題，我覺得啊，自古至今多少元首都被暗殺過哈，從以前金科刺秦王，不管成不成功，大家也知道，甘乃迪也被暗殺，雷根也被打到這個他的接近他的心臟，但是當然他沒有成功，安倍晉三也被暗殺成功，所以他會不會怕？講白了，每個元首要認這個位置，就必須有一個會擔心的這種心態。
可是你說他不怕？以我所知的川普，他並沒有那麼怕。他這個人真的是我非常在個性上某一些地方我是很欣賞。從我去了紐約讀書10年就了解這個人，非常有 guts。從某個角度，你去想想看，去年7月13號，當那個子彈是真正子彈飛過耳朵的時候。任何總統是躲起來，由防衛者保護，他是不是衝出來走開 fight？ 如果你記得這一幕的話，他不是真怕，但是元首要被保護是應該的，他換飛機也是一個例行的，因為現在的伊朗的確國族家人是真的很討厭，會本恨這個人。各位，以前伊朗就常常有所謂的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的海報不斷的講，現在川普惹到他們說川普你就是必須死，但是其實美國也自信他們自己在情報的搜尋。或者是你說這個暗殺部隊的編列，他們認為伊朗是其實這個還不夠的啦。所以我基本上認為這個暗殺行動並不是他真的很擔心，但是他們必須要這樣防禦。不過我現在講另外一塊，就是川普，我覺得他現在輸到有點脫褲啊，就是說剛剛又講到他的壓力很大嘛，所以他現在就有點什麼到日本、伊斯蘭這個國都講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現在已經壓力山大，因為他完全做夢都沒有想到，他竟然會輸，他完全沒有想，也想不到，沒想到伊朗會繼續的跟他這個下馬威，他其實沒有辦法接受，所以他昨天的話語是用了一個 scum 這個字啊 ，SCUM， 去看一下，這叫人渣敗類哦，講不好聽就卑鄙小人這種形容他，他已經氣急敗壞，但表面還是要穩坐那種像這個總統的樣子。不過我們必須說明。這個美國現在真的，他碰到一個大麻煩，就是川普惹出來的。就是你在2月28號在談判桌上所談的要的最基礎剛才的4樣東西，一個都沒拿到，越搞越輸。當然，剛剛講的一個最重要，也就是赫姆斯海峽這個這麼重要，對伊朗來講算是一個命脈。過去不用收費，他現在當然被美國打了，他在經濟上也受損很多。從以前的經濟制裁。資金的這個凍結，實際上他也非常需要裁員。在這個時候，實際上他有這個機會，剛好他也覺得這次從某個角度，3號他是算勝，雖然他死傷很多，他必須要為他未來在經濟或者他的金流上找個出路。他就用了這一次的這個機會來講 opportunity， 他覺得可以這樣做。當然，所以也就是他認為你要照我的走法，不是你就是要走北邊，就不能走阿曼的南邊。你今天真的不照我走法，這是我控制的地方，這公園是我的，不是美國的。你既然這樣走，我就打你。當然，美國就很不爽了，因為美國覺得他是霸主，是世界都應該他控制，他們就回擊了。你知道，伊朗就是不爽。你剛剛講說現在叫2-1的對等加倍打擊，我覺得伊朗也不一定做到加倍，但對等就夠。所以這次打了80幾個地方，他也會就回打80幾個地方。你看這個巴林啊、科威特有些地方也被打到了。我覺得他會再度關閉荷末斯，我們的油價又會再漲。然後通膨又會再升，這個我講不好聽，壓力山大的川普他就壓力更大了，所以他現在面臨的挑戰很大，所以他會不會回台辦說，他當然會想要回，會急着想回，重點是要多久他再回去，而且因為他不想輸啊，表面最好不輸，他搞不私下一直想要求和，而且表面一直講說人家想來求我，這是川普一貫的作風，重點是。但是談了有沒有用？因為你要讓多少，川普必須讓到最後說，我都讓你算了。我跟你講，就讓你來收費吧。那時候可能就沒事了。否則的話，以現在的目前狀況，還要打一下、談一下、打一下、談一下，還是遙遙無絕期。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